恐怖书屋篇之，这是一个生草的故事。备受人们爱戴的 iPhone 创始人，在死后以 AI 身份出席了新品发布会。他的英年早逝成就了 iPhone 手机伟大，无需多言。终极版 iPhone 手机将公司的市值推向了万亿级别。然而广大用户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。当人类全部埋头耍手机，充耳不闻身外事时，就是生草星人征服地球的时候。他们向地球发射了有毒孢子，首先抵达的是春田镇。埋头玩 iPhone 的人们真的疯了，孢子感染人类后，模仿异形基地。制造出1:1等比例复制人，每个人都是独家定制版。这些复制人会引诱正常人进入豆荚。巴特惊慌失措地跑回家，对老爸说：“不好啦，大家都变成了僵尸。”胡默还是一脸熟悉的呆滞。巴特放下心来，至少老爸没事，马基已经中招了。复制人在家里带小孩，麦琪一铲子将他打翻在地。丽莎说：“天哪，你对咱妈怨气好深。”麦琪早就受够了老妈总唱同一首安眠曲，还从不换调。3小只跑进警局求助，警长已经中招了，被受警察一枪打烂复制人。大半个春天镇已经沦陷，巴特的人无路可逃，只能在警车里等着孢子上身。然而他们的意识没有归于虚无，反而经历了一连串具有启示意味的幻象。丽莎惊喜地发现，孢子并没有杀死他们，而是将他们的意识传送到了生草星球。他们的新身份由植物构成，这个乌托邦里的一切生物都是植物。生草星人说，他们将人类从电子设备的泥沼中拯救了出来，没有了 iPhone 手机，他们就可以抬头看太阳了。然而千算万算，生草星人漏掉了圣诞树，一大堆 iPhone 手机从树下长出来。乌托邦里的人类很快又全部埋起了头。远古时代的人们没有啤酒可喝，野人侯默身强体壮，一身膘子肉，3拳2脚就能打死剑齿虎。那时候的他是丛林之王，可是有一天，邪恶的野人老谋子从陶罐、野草和木棒的结合中发现了酿造啤酒的黑魔法。野人侯默一头盖骨下肚，幸福感和啤酒肚同步滋生。他喝醉后开始抱怨家人，然后一语诞生了。这是野人侯默的一小步，却是春田人的一大步。亿万年后，这座偏远小镇成了醉乡，辛普森家又要开派对了。马基仔细筛选邀请人名单，酒量好的通通划掉，不然酒水开销太大了，他们这5口之家负担不起呀。马基算来算去，还得刮掉一个人。内德和老谋子只能2选1，夫妻俩一商量，决定划掉老谋子。去年他带的女伴还飘在天花板上呢。内德是凡人的老好人，老谋子纯粹是一个孤僻的怪胎。侯默被马基逼着去酒吧找老谋子说这事儿，老谋子长叹一声，酸溜溜地说：“毕竟我只是个酒保，没兄弟没女人，唯一爱给他打电话的只有巴特那帮混小子。”然而有一天，巴特的人也玩腻了骚扰电话，他们决定换个新鲜的玩法戏弄老谋子。他们去问黑店老板，老板带他们钻进地下室，欢迎来到暗网，通向魔鬼之路。黑店老板绑架了亚马逊的云助手，这里的交易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暗网上有军火走私，尼尔森说：“我靠，太酷了！我老爸去阿富汗打仗时就用过这些武器。”事实上，他老爸掐一屁股债跑了，鬼知道死在哪个臭水沟里。巴特找来找去，找了个价值最合适，也不会闹出人命的玩法，给老谋子网购一个俄罗斯新娘。老谋子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这日复一日甚至惨淡的日子，忽然出现了一道光。那年轻貌美的毛妹进门就喊老公，老谋子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他天天幻想着天上掉馅饼下来，可馅饼到了嘴边，他又不敢吃。毛毛以为老谋子嫌弃自己丑，不肯要他。老谋子赶紧解释说，每次幸福来敲门时，他打开门得到的都是失望，他不能再承受一次心碎了。作为一个孤独的酒保，他仅有的朋友是酒吧里的鬼。老谋子订了第2天的机票，要把毛妹送回俄罗斯。当天晚上，老谋子网购新娘的事儿就传遍了春田镇，成为了餐桌上的闲谈。恶作剧得逞的巴特乐得合不拢嘴，引起了侯默和马基的警觉。丽莎气愤地谴责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，马基却说，包办婚姻对老谋子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儿，毕竟以他的性格，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。与此同时，勤劳的毛妹将酒吧布置一新，令老谋子刮目相看。他不敢承认自己确实动心了，年轻漂亮，温柔体贴又勤劳能干，这完全是理想的贤妻良母。酒吧装修一遍，立即出现了大批新客人。老谋子习惯了依附侯默的人，一遇到陌生客人，直接大脑宕机，说话也不过脑子，称呼客人们是待宰肥羊。眼看新客人们气出荣耀走，毛妹赶紧打圆场。这一晚，老谋子酒吧的生意火极了，他数钱数得手抽筋儿。毛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希望老谋子能留下他。老谋子长叹一声，说自己有个魔咒，当他把心交给一个女人后，就一定会碎成粉末。他的初恋对象一听他表白，马上找了个男友。甜美的玛雅临走时赏了他一耳光，兰妮痛骂他是无始无终的烂火车，靠着伤老谋子心的表演荣获托尼奖。总之，你还是回俄罗斯吧。为了安慰老谋子，毛妹儿说起了俄罗斯的谚语。老谋子觉得俄语的弹舌很有意思，想学一学。毛妹却马上跳起来反对，表示如果老谋子学俄语，他就马上离开。看样子有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。半夜里，有快递员敲响了辛普森家的门，让巴特在黑暗大众点评上给个好评，敢给3星以下者
脑袋搬家。巴特尝到了暗网的好处，在上面网购濒危动物当宠物。红帽看在眼里，越来越怀疑这小子有事儿，于是掏出了一个手电筒要审问巴特。马基跑来拦住红帽，换了个功率更大的手电。说吧，小子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巴特被爸妈一吓唬，只能老实招待了。马基眼前一黑，气得差点晕死过去。红帽一瞧情况不妙，马基可能要发飙了，赶紧借口去安慰老谋子，跑出家门躲清静。马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他让巴特在下雨的后院里用粉笔写我错了，风一吹雨一淋，字迹全冲掉了。马基厉声道：继续写，不准停，一直到老天允许你留下字迹为止。红帽一进酒馆就问老谋子情况如何，新婚夫妻可还恩爱？老谋子长叹一声说，他没有回俄罗斯，跑到奥登威尔的茶馆上班去了。难道还在等他回心转意？真直接走了，他这心也彻底放下了。现在不上不下，惴惴不安。红帽开导老谋子，不要害怕受到伤害，女人就像林间的鹿，爱情是他们头上珍贵的角，只有大胆追逐，不害怕被鹿角顶伤的人才可能得到它。这一番极富哲理的话说的老谋子心潮澎湃，他立即出发去奥登维尔，结果发现毛妹和小丑阿可好上了，老谋子悔得肠子都青了，灰溜溜的回到酒吧。酒客们建议他安排一场高级又浪漫的晚餐，在烛光下说说心里话，没准能打动女方，让他回心转意。老谋子部分采纳了大伙儿的建议，决定学盖伦，突然从草丛里蹦出来，给毛妹一个惊喜。毛妹愿意听他说话，已经是给最后的机会了。老谋子选择了最直接有效的表白方式，他说：我有一栋8层楼的大酒店。大胆表白后，毛妹同意履行婚约，但老谋子必须举行俄罗斯传统婚礼。老谋子满口答应，毛妹回头就把阿可甩了。这下小丑成真小丑。婚礼当天，老谋子请来了很多人，巴特也被迫穿上礼服参加婚礼，作为他违法犯罪的惩罚。好在这场网购新娘风波有一个好结局，马基就勉强原谅儿子了。神父让两人签署俄罗斯传统结婚文件，上面全是老谋子看不懂的俄语。巴特最近刚从暗网上学了俄语，随意看了几眼文件，忽然发现了一个大圈套。结婚文件上规定，老谋子将自己名下的所有产业无偿送给毛妹，搞了半天这是场骗婚阴谋啊！毛妹眼看事情败露，直接不装了，摊牌了，笑老谋子又老又少，傻子才会相信暗网上能买来爱情。老谋子反复追问毛妹，难道对自己没有哪怕一丁点感情吗？毛妹说有屁。老谋子悲伤的摊牌道，其实我穷的叮当响，没有8层大酒店，只有一屁股债。毛妹大骂他是个死骗子，自己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春田镇，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冤大头仔？众人见他见钱眼开，骗他说红胡子是个隐藏富豪。毛妹马上摆出一脸微笑，含情脉脉地对红胡子说，其实俺也是爱尔兰人，现在骗子也得掌握多门外语啊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fin，我们再见。